来野菜就是我是 Ruby， 我是小叶。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川味卤肉调理包的应用方法。那这就是我们推出的新品牌野鹿食语的川味卤肉调理包。那为什么会想出调理包呢？是因为现在外食族真的太多了，那有时候真的会摄取太多的钠啊，或是一些不好的油脂。那为了要让大家吃素可以吃得健康又方便，所以呢，我们才决定要研发调理包来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大家会发现啊，我们的钠含量比很多调理包都来得低，主要是可以让大家去自行调配自己喜欢的咸度，但是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吃这么重咸啦，就是慢慢把健康的味蕾调整回来，你真的会更可以感受到食材本身的风味哦。那今天呢，会来分享3个川味卤肉调理包的应用方法。那首先最简单、最快速、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准备一碗热腾腾的白饭。然后呢，我们调理包呢用隔水加热的方法是我们最推荐的。那当然你也可以用电锅蒸，或是呢把它倒出来用微波炉。但是用微波炉的话就一定要上盖，一定要加盖子。那我们现在这边就准备一锅滚水，然后放入我们的川味卤肉调理包，加热6分钟。之后啊，我们就把它拿出来，然后打开，直接淋在热热的白饭上面。倒上来之后啊，我们就加一点香菜，因为香菜是我们觉得最能够把川味卤肉调理包的那个味道层次再拉一个味道出来的。那如果你有吃5星的话，也可以切一点葱花。那如果不吃香菜也不吃葱的话呢，你就可以撒一点碧玉笋。如果你是重口味的朋友啊，现在有2个方法推荐给你，一个就是加入1小匙的酱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加1小匙的椒香油辣子，我们的辣椒酱，加上去之后呢，可能就会比较符合你的口味。反正就是你可以自己再去做调整。那我们的川味卤肉饭完成。接下来呢，我们用川味卤肉调理包来炒饭，做一个全素炒饭。那我们要准备的食材很简单啊，就是隔夜饭，然后自己喜欢吃的一点蔬菜，然后跟川味卤肉调理包，这样就可以了。要准备隔夜饭的原因是因为它水分比较少，比较好炒，对不对？对，它比较好炒开，比较容易粒粒分明。好，那我们现在呢，先热锅，然后倒入一点植物油。先把我们的蔬菜炒香。那如果你有加豆包啊，就是一些蛋白质的制品的话，就要先煎蛋白质。好，现在青菜炒香炒软之后啊，我们就加入白饭、隔夜饭，都把它炒开。饭都炒开之后啊，我们最后就放入川味卤肉调理包，还有1汤匙的酱油，就把它大火爆炒香，就完成。好，那喜欢吃辣的朋友啊，也可以再加入我们的椒香油辣子，像我们这已经是必加，一定要再加1小匙，就把它再炒香。原本就已经有辣了啦。对，像我们爱吃辣的人就会习惯再加一点，多一点辣味。对。哇，好香啊！这样就完成我们的川味卤肉炒饭。那如果喜欢吃香菜的啊、葱花的啊，或是碧玉笋的话，也都可以撒在上面。完成。最后啊，我觉得真的是一道超方便的夏日清凉小菜，就是卤肉嫩豆腐。首先呢，先准备一个嫩豆腐，然后把它切成块状。再来呢，我们就把加热好的川味卤肉调理包把它倒上去，这样吃我们就觉得很好吃。那如果你是常常外食的朋友啊，或者口味比较重的朋友，你只要再加1匙酱油啊，或者酱油膏，或者爱吃辣的可以再加1匙我们的椒香油辣子，然后最后再撒上一点香菜啊，或是葱花啊、碧玉笋啊，搭配着吃就是一个夏天很棒的清凉小菜。这样卤肉嫩豆腐就完成啦。那今天分享的3道川味卤肉的变化就在这边。我们在研发这道川味卤肉的时候，就想说它可以做很多的变化，不管是卤肉饭、炒饭，还是说今天的豆腐，咸度可以自己由的去调整。那如果你本身喜欢咸度比较饱和的话，或是汤汁比较多的话，可以直接选麻婆豆腐，因为麻婆豆腐它里面也会有肉，就是素肉块在里面，然后也会有豆腐在里面。我们之后也会再分享，就是麻婆豆腐调理包的应用方法。对，大家可以再看看。那今天就是川味卤肉的应用方法。我觉得都蛮适合夏天的，对于外食族很方便，或是你要露营、爬山、野餐这种，其实真的都超方便的。好，反正川味卤肉的分享到这边。
好，那想要看到更多好吃的素食料理，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哦。